大家好，我是阿用，今天要跟大家来试驾的是 Harley-Davidson 的 Sportster S。哇，今天第一次看到实车啊，真的觉得它的外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帅。我觉得它跟现在应该说过去以往哈雷的车型呢，真的是造型上面是完全的不一样。那其实从之前去年所推出的Pan America， 其实就已经觉得说哈雷已经不一样。然后一直到这次推出的 Sportster S， 我觉得它完全就是一个新的世代的一个车种。首先，你其实第一眼看到这台车子呢，你就觉得说，哇塞，它的外观，这一台是哈雷吗？你觉得，假设你远远的看这一台的时候，你很难把它跟过去的哈雷所联想在一起。你看它的外观，其实你看它短捷的车尾，然后。而且这车尾的高度几乎跟油箱是差不多一样高的。那以往我们对哈雷的印象，其实前面的油箱手把都是非常的高，然后你就是你在骑的人就好像有点是吊在前面的把手上面，人家说有点像吊猪肉的感觉。可是这一台的 Sportster S， 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台咖啡 racer 的一个风格，然后而且又不一样的是。在 Cafe Racer 的风格之外，它这里又使用了这样子一个侧置式的一个排气管。那这支排气管又混合了英国的这种 Scrambler 的那种感觉。你看到车头的时候，你又会联想到哈雷的Fade Bob 这种车头的一个车头灯。那我不得不说，其实我本身一开始对哈雷其实是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啦，就是看到哈雷在路上看哈雷的时候，都会发出惊叹说，哇！这是哈雷，然后常会在快速道路的时候，你可能也会看到说，哇，哈雷的车队这样子一整群的这样过去。可是你真的，应该说像以我这样子世代的一个骑士来说的话，我虽然会觉得哈雷真的是很帅，可是我并不会真的是那么的仔细会去想要去拥有一台哈雷。那当然，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原因啊。其实像说，第一个是它的引擎的动力。其实，在之前旧世代的Evolution 的哈雷，其实它引擎其实已经是蛮旧的，然后所以以它的动力来说，可能就40-50匹，了不起50-60匹这样子一个马力而已。那对于说这么大一个系数来说的车子的话，其实我有点难接受说花这么高的一个价格要去买一台这样子一个车子这样。那可是到了这一代，现在。已经推出了全新世代的 Revolution Max。那这具 Revolution Max 的话，它是1252cc， 然后那它的马力呢，已经高达是121匹。那它的扭力呢，也到达了将近是12.7公斤米的扭力。那这样子一个动力，它已经突破了。旧世代的引擎马力非常多，几乎是2倍的动力。那我觉得它就已经补足了它原本我认为它最大不足的地方。然后再加上它现在换上了全新世代的这个突破式的一个造型，那我真的觉得它真的是会让人家会想要去考虑它的一台车啊。此外呢，再来是它的轮胎，你看到这个前轮，这前轮真的是。有够夸张的宽，你知道吗？你看我手放在这里，你看它这个宽度呢是160 mm 的胎宽，它这样的胎宽其实是很多挡车它其实是用在后轮的尺寸。然后那这个轮胎呢，它是看一下它是登陆普的 GT503， 然后可是它这边有写一个 Harley-Davidson。那我想它应该是登陆普这边专门为哈雷出的一款轮胎吧。你看，甚至它这有很多的小巧思。你看，在这里轮胎的胎沟这里，你还可以看到这里有哈雷的标志在轮胎上面。那前轮的话，它是17寸，然后后轮的话它是16寸。
然后同样也是 GT503的型号的轮胎，然后它的尺寸的话，我记得是180吧，它的胎宽是180/70R16，它后轮是16寸的轮胎，那所以前后轮这样子一个轮胎的这样子的一个配置，你会觉得它撑起了这个哈雷整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造型，然后不会让你觉得说好像头重脚轻的感觉。那这跟以往我觉得可能其他的车子里面，你从来没有在市面上面看过任何一台挡车它的前轮用到这么宽的轮胎，然后这也是让我很好奇说这台车子骑在路上实际上的感觉是怎么样。这台引擎是1252cc 的，那它是跟 Pan America 的引擎这边去修改而来。那可是它这个引擎是1250T， 那它跟 Pan America 的型号是有点不一样，当然动力的部分，然后也是有点不太一样。那它的动力呢，它在马力跟扭力还有以及它们的相对的转速来说，都比 Pan America 的那个1250的引擎还要来的低一点。那它的这台的引擎是121匹，然后在7500转的时候产生，然后12.7公斤米，然后在6000转的时候产生。那Pan America 的话，它的马力到达150匹，所以但是呢，它的 Pan America 的最大马力的转速是比较高的，那所以它稍微把动力这边下修了一点。那同样的，它的最高的动力的输出的转速也都比较下修，所以看起来是这一台车子是希望说。Harley-Davidson 是希望它能够给消费者的感受，应该说骑士的感受，应该是说它能够多一些，在比较更低转的时候，能够有更饱足，就能够产生它最饱足的动力的输出。我觉得非常特别的是它的后下摇臂啊，有点像编织式的后摇臂，那我觉得应该会更加强说它的后悬吊的这个稳定度。然后，可是如果你仔细，然后再次，如果你仔细有发现哦，它的皮带这边它的位置从过去的右侧那边，然后它换到了左侧这边来，然后这个是跟以往的配置是不一样。我相信这个是可能是新世代的引擎的变速箱的位置，然后也做了调整。值得我觉得这一根的后排罩啊，真的是有点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并跟这个造型其实是有点可惜，因为 OK 你看。其实你如果远远的看这台车，你前面这里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可是好像在到了尾巴这里的时候，就有点造型上面就有点突兀啊，我觉得就没有那么的感觉，就是感觉就是有点多余的感觉，这我觉得有点可惜。那前悬吊这里是倒立式的前叉，然后前叉的行程这里有够短的，它前叉只有行程大概只有这样子而已吧。这个完全就是跑车等级的这种前悬吊，可能还比 R1 的前悬吊这里的行程还要来得短。前悬吊它是这里是压缩这边可调，然后这里是伸张这边可调。在后悬吊这里呢，它这里是一个也是一样是秀瓦的可调式的避震，它在这里有做一个油压的可调，多段的一个可调。然后那这里是一个充电器，这充电器是充电瓶这边用的。前刹车的部分，它这里是用上了 Brembo 的对式活塞卡钳，然后可是它前面只有配上单碟。那我觉得这是有点可惜，因为虽然说先不论它的制动性来说啦，那很多国外这边去试完，或是很多车评试完这台车，也都说前刹这边单碟都是够用。然后可是呢，我觉得这么有气势一台车，感觉要配上双碟，然后这样子双碟双卡钳的配置，我觉得才真的有它前轮的这个气势才会带出来。后刹这边是用 Brembo 的单活塞卡钳这样，然后后总棒这里它也是用 Brembo 的，然后前面刹车的总棒这里也是用 Brembo 的直推式总棒。然后在这里呢，它有一个 Type C 的一个充电器，所以应该说这有 Type C 的一个充电口，所以你的这里可以直接就是你这边可以装手机，你就可以从这里去拉电线去充你的手机的电。然后再是这个油箱的这个钥匙孔啊，这是在台湾这里它是一个标配的一个钥匙孔。那我记得在国外，在美国的话，它是没有一个钥匙孔，就是你就可以直接去开油箱。OK， 那
这个油箱呢，它是差不多有12 liter， 然后那官方这边给的数据大约是每公升可以跑将近20公里的里程。那所以它1桶的油箱呢，如果你骑到紧绷呢，那大约是它的续航力可以到达200公里。再来我们就来把电源给打开来。那这一代 Sports S 呢，它用上的是 keyless 的钥匙，那所以呢，它是不需要是插钥匙的，你就直接去开它的电门就可以了。哇，全新的这个液晶萤幕真是非常的帅，跟完全的过去的哈雷真的是完全印象是不一样的。这里呢是可以调整 mode， 那你按下去。那现在这里是目前是雨天模式，然后再是一般道路的模式，然后再是 Sport 的模式。那不同的模式呢，它会有不同的动力输出的反应。那等下这上路在路试的时候，我们可以特别来试一下不同模式的感受。然后那因为这个全新世代，它也可以当然是一定是跟你的手机蓝牙这边可以做连接，这是一定要的。然后所以你仔细看这里有一个蓝牙的这个标志。然后你的耳机这边都可以做连接，你甚至可以显示你的电池的电量。那你在这里你可以去控制你的音乐这边开关，还有那个音乐上一首、下一首，声音大小声都可以。那这是警示灯。那这个警示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方向灯，我觉得还多了一个巧思，你看。在这里面又多了也有一个哈雷的这个标志在这里面，这看起来是非常的 fancy。然后前面这个哇 LED 的头灯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帅。这边呢你可以去调整大灯的远近光，然后那这里呢你可以这个呢，你就是手把的加热的按钮，预设的一个按钮。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选配的功能啊，所以你需要这个功能的话，你必须要另外再选配这个功能，就可以让你的手把这边有手把加热的功能。那如果是标准的配备的话，它只是一个空的按钮而已。然后那这里是当然是新世代的，一定要有这个定速啦。那这里定速这边启动、关闭，然后启动定速、关闭定速，然后你这里就可以去做定速巡航的设定，然后加速、减速的设定值，然后在这里是你的仪表的控制的部分。那你按下这个，你可以去切换不同的这个行车的这个资讯。OK， 然后那再来是你按下这个按钮呢，在这里就会显示说不同的功能的页面。那比如说我们进到设定的这里面，那按这里的话就可以确认了。然后这边进到这设定的页面的话，你按上跟下，这里就可以去看到它很多的一个外的一个设定，这边就可以去做调整。OK， 然后按 Home 键呢，你就回到原来的这个页面。然后那这里呢，它这里还有多一个地图的功能。那如果你连接你的蓝牙之后，你这里就可以显示说你的地图。然后在这里是你的车辆的资讯，然后你的电池的电压，然后水温，然后前后的胎压这边都有。好，那这里就回到原来的画面。好。最好看前面。怎么样，宝贝？觉得这台车子帅不帅？觉得这台车子帅吗？啊，宝贝 ，Sports 的 S。OK。发动。
N 档。哦，这是刚好出现那个国外这边也在讲的那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一台新的 V-Twin 的这个 Revolution Max 的这个引擎，它有时候在第一发的时候，刚刚就有点会发不动，就是会有一个噗这样子那种，好像气就跑掉那种感觉。刚摄影机的视角没有给它调好。Go go go！ OK， 现在是 Sportster S 上路。哦 ，OK， 这个前轮的转向性，应该说它不会不灵活啦，但是我觉得它可能还是会让你觉得说前面的转向性还是会有一点跟一般的正常尺寸的那种轮胎是有点不太一样。那这一台车子是没有进退档快排的。我觉得是这个新世代的车是有一点可惜啦，不过还好，这种哈雷的这个车子本来就是让人很轻松的这边巡航这边用的，所以我觉得没有进退档快排的配备是也 OK。讲到 Sportster S 的历史呢，它的源自于讲到说可能是2战时期的时候啦。那2战时期的时候，就是在西元1941年到1945年。那1941年就是美国因为就是日本袭击珍珠港嘛，所以美国宣布参战，然后一直到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那在这4年的这个期间呢，那哈雷 Davidson 几乎是没有出什么样的一个新世代的车型啊。那所以在那时候的战后结束之后，就是1945年结束之后到1946年，那时候几乎在美国已上市的车子，然后就几乎马上就销售一空，因为在世界大战的这段期间是没有办法去生产新的车子，所以在战后这些的一个对于购买新的这个需求啊，所以在1945年到1946年的时候，哈雷的这个新车是卖得非常非常好。即使说那时候的技术还是在源自于说西元1930年代的旧的车型。那旧的车型呢，基本上你会觉得说它，如果说你有看过这个图片的话，那你就觉得说它基本上就像是那个脚踏车一样。那它在后面的车架的部分，它的后摇臂是固定式的，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后摇是真的有一个后摇臂的一个悬吊在后面去做动。在当年的车架的这个设计，它就像是你看到的这种脚踏车这种固定式的车架。那所以在没有什么样更新的一个技术、更新的一个车型的情况下呢，那在当时，因为在当时的第2次世界大战嘛，那英国跟美国这边他们是友好的，所以在战后的时候，那英国这边就对美国要大量的进口输入他们国产的车子嘛。那像当时的 Triumph 跟那个 BSA， 那这是当时一直有在输入到美国这边去满足说，因为当时英国因为在战后欠了一屁股债嘛，那所以他们就对于说基于说卖车去想办法去补足他们的债务，所以一直不停的对美国这一块市场去输入他们国内的这个新车，所以 Triumph 跟 BSA 就当时是成为是哈雷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对手。然后呢，那哈雷意识到，那在哈雷它当时的这个车型并没有说是有新的一个车型，因为我们想说哈雷车子还停留在是1930年代的车子的技术，所以它并没有说是有新的车型在。那所以面对了 Triumph Speed Twin 500cc 的跟 BSA A7 的这样子一个新世代引擎，那他们的引擎呢，不仅是动力比较好，那车子的悬吊系统，然后
离合器啊这些的都比哈雷的这个旧世代的系统还远远的还要来得好。那所以在哈雷当时候就面临到这样子一个强大一个竞争，所以在哈雷到了1951年的时候，这时候他面对了英国这样子的一个竞争，他向美国的关税委员会这边提出了就是要向这些国外的这些进口车要征将近40%的这个税率。那另外提出那第二个点呢，他们做的措施就是说赶快推出新的车型啦。那所以在1951年的时候，那这时候虽然说最后美国关税委员会并没有采纳说哈雷这边所提出，就是说要向国外进口车提出这样子一个保护关税的措施，并没有让他这样子的一个法案通过。但是呢，最后终究哈雷还是很争气的，就是在1951年底就12月的时候，然后向他们的经销商推出了全新的4代的引擎的 K Model， 而且这一代引擎的 K Model 呢，这代车子它不仅是引擎这边是换成是新的，然后它连车架这边也用上了最新的车架。它的车架第一次哈雷这边它首次装上了后摇臂，然后还有后双避震器，然后这个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突破。然后在引擎的部分，它也提升到了743cc， 然后这在当时是对于哈雷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突破，而且除此之外，在他们的离合器也用上现在用这种脚踏式的这样子一个这样子一个离合器，那这也是以前的哈雷这边所没有的。所以这在当时 K Model 其实变成是一个哈雷在面对强大的竞争下面所诞生，然后同时呢又向不同的其他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车种学习他们的长处，然后提升哈雷本身的产品的一个竞争力的一个代表的车型。那即使如此呢，虽然说当时 K Model 这边推出并没有说一下子就造成了轰动啦。那为什么呢？因为说哈雷的 K Model 的动力啊，虽然已经有比之前的旧型还已经有所提升了，但是动力还是不及说Triumph 的 Speed Twin， 然后跟 BSA 的 S7 的动力，因为车子本身其实还是太重，然后速度上其实它最大的速度其实还是不够快。那因此呢，在后面到了后期的时候在1954年吧，1954年的时候吧，然后这时候它进一步把这次的 K Model 的引擎呢，又把它扩缸了，变成了883cc 的引擎。有没有听到说883觉得这个数字很熟悉啊？那883也是从这时候延伸到后面我们往后数十年的 Sportster 的车系的883的经典的引擎啊，就是从这边去延伸过来的。那从883这引擎推出了之后呢，它就提升到了40匹左右了。那比过去的 K Model 的引擎只有大概30匹。那即使是 K Model 那时候的 Racing 的车型，就是 KR 的这个 Model， 那 KR 的 Model 也只有37匹。那所以当它去提升到了883cc 的时候，然后883的这个，然后整个产品的竞争力就提升了，然后它的速度已经足够去跟上说那 Triumph 跟 BSA 的车种。那因此这个引擎呢，就到了后面呢，就变成了到了1957年的时候，就变成第一代的 Sportster S 的引擎的基础啦。那所以1957年呢，就等于是 Sportster 的这个车系的诞生的年份。那除此之外呢，那到了后面，这个的旧引擎是铸铁的引擎啊，那所以一直到了西元1984年的时候，哈雷第一次推出了aluminum 的引擎的Evolution 的引擎。那这4代引擎呢，它就是改善了旧世代的铸铁引擎，变成了用上了很多铝合金的材质的钢头啊什么的，那大大的提升了它的引擎的空冷的效率，所以整个引擎的动能呢、动力都因为这样子去达到了更好的一个效能。那可是这从那一直到那1984年到1986年的时候，正式 Sportster 的车系用上了这个全新世代的 Evolution 的引擎。
那这个引擎到了后面，也就一直，几乎也是一样，同样也是经过了将30几年的时间了，几乎也没什么样的改，一直到了2011年的时候啦，就是去年的时候，啊，这时候因为我们现在环保法规嘛，为了通过 Euro 5的法规呢，那我们的这个 Evolution 的这个引擎已经没有办法适用于通过这个环保的 Euro 5的环保法规，那所以这次哈雷又再推出了这次的全新世代的 Revolution Max 的这个引擎啊，所以可以说，那 Evolution 这个 Max 的引擎实在是适应到说实在是用到不得已了，所以说它才最后才改款这样子推出来。那所以在这过去这30几年、甚至40-50年这样子一个时光呢，你就知道说，其实哈雷的引擎几乎是很少去大改款。所以我想这也是很多真正的旧世代的有哈雷情怀的骑士啊，他这边会对于说，Evolution 这个引擎的跟现在的 Revolution Max 的这个引擎，它的听起来就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旧世代引擎的一个感觉啦，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三节拍的这样子引擎的声音，那这是只有旧世代的哈雷引擎才会有的。那新世代的这个 V-Twin 的引擎呢，它虽然改成了60度的夹角而已，但是它整个不止之外，它其实改成了这样子一个水冷的一个系统。那在过去的旧世代的Revolution 引擎，它只有气冷的这个系统而已，而且它的引擎的 V-Twin 夹角是45度。那所以做了这样子一个改变，第一次哈雷这边用上了水冷式的这个系统，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很多的一个全新世代的一个配备，那包含说它全新的一个崭新的一个设计啊。那在第一次看到 Sportster S 的车子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啊，因为就像 Pan America 一样 ，Pan America 它是放在是 Touring， 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车系。那我第一次看到 Sportster S 的这台车子的时候，我觉得说，我在纳闷说，为什么它会放在 Sportster 的这个车系？那所以当我实际去了解它的背后的这个历史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在当年 Sportster 这个 S， 它代表的就是哈雷一个全新的一个革命的一个精神。因为像大家各位知道说，其实哈雷的世代久了，那它在面临到强敌的这样子一个竞争的时候，那当然它必须要在这个样的情况下，必须要做出改变。那在做出改变呢，在当年的一个代表就是 Sportster 的这个车系。那所以这次推出了 Sportster S， 它不仅在外观上面用上了全新的这个外观，可以看到它有各种不同的元素，像 Cover Racer、Scrambler， 然后现在又是 Brembo 的这些的刹车系统，然后液晶萤幕，然后新的引擎，然后这样子一个全新的一个世代一个设计，我觉得都代表种种的代表，都是一个全新世代的一个革新的一个哈雷的一个代表。那所以我觉得说，它这次 Sportster S 会放在 Sportster 车系下面，我觉得应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道理下面。包括我觉得以它的外形来说，真的不像是过去以往的任何一台的哈雷。好了，那讲了这么多，我们来试。我刚刚已经这样子骑了这样子好长一段路了，那我们就是用 Rain Mode， 那我们下来试一下Road Mode， 哇，干！这个扭力好强啊！哇！再来试一下 Sport Mode， 够了！谁说哈雷不会跑？这台根本就动力就超充足的嘛！哇！不过你可以感觉得到啦，就是像现在我们在西滨这边测试啊，西滨这边还有一些比较bumpy的这个路，因为它的悬吊这边很短，其实你坐起来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会感觉到真的是还蛮跳的。但是它在路况稍微好的时候，这个车子又给你很好的一个信心感。那这轮胎可能也是因为轮胎这边前后胎也是比较大，所以你在巡航的时候感觉就是特别的稳定啊。
那这座椅的坐姿呢，我觉得也是算是相当的，应该还是蛮舒服的。但我是不知道真正长时间这样子去坐这个椅子的时候，在这样的姿势是不是还能够让我感觉到说舒适度是 OK 的？因为其实像在国外很多的车品呢，他们其实会觉得说，这台车子其实坐姿上面骑久了，因为它会要这样子去箍着嘛，你的身体的姿势会这样子箍着，然后其实就没有那样子一个舒服啦。OK， 那可是以我这样子一个短时间这样子一个测试的这样子一个实际的骑乘体验来说，其实我觉得姿势是还 OK， 而且应该说我觉得还蛮帅的，因为这脚踏的这个姿势，这脚踏的这个位置在左右这边前面，当你看到它的这样子一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就是一台哈雷啊。那即使它的外观变得很像 Cafe Racer， 然后又是 Scrambler， 然后用上这样子一个短节的一个设计，可是它基本的一个哈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姿势的这个精神，当你一踏上这个脚踏的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它还是一台哈雷。哇塞，这个，呼呼！这个刹车其实真的也是还蛮不错的，我觉得还算是还蛮扎实的。OK， 好，那今天的体验就到这边啦。那我觉得虽然说前面这边用上是单碟，但是确实我觉得像国外的测评这边讲的没有错，它的刹车的这个动力其实是还蛮不错的，是还蛮 OK 的。然后，可是呢，我真觉得说，它如果前面这边可以去把它改成是前双碟、双卡钳的话，我觉得它的前面的这个制动力会更符合这个猛爆的一个动力。像刚刚在骑的时候，真是觉得它的在 S 的这个模式的时候，完全释放它的动能，这骑起来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爽啊。然后，但是呢，这根排气管其实我刚刚在骑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大腿这里还是会有点烫到的感觉。那我就是觉得说，你骑这台车子可能一定是要穿着长裤啦，然后最好穿着皮裤，不然的话我觉得是还蛮有可能是会有烫伤的情况。那不过基本上这个 Heat Shield 的话是还 OK 啦，基本上应该能够去挡住大部分的这个热能。但是真的你在路上在长时间在骑的时候，我建议还是说一定要穿上皮裤，或是你至少是要穿着长的牛仔裤，这样子才比较不会有烫伤的情况。哇，这台车子真是骑起来真是太过瘾了，好想要有一台。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喜欢我的频道的，欢迎各位按赞、订阅、加分享。那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跟我讲的呢，记得留言给我。那就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